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经历了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。正如你们在标题所看到的，我被人寄了刀片，就是这个快递我已经拆开了，寄出的时间是12月7日，也就是昨天，我今天就收到了。看，这就是那把美工刀，是非常锋利的哦，一个浅蓝色的美工刀。在我打开的时候呢，它是被层层叠叠的包在这个纸里面。当我打开这个纸之后，看到这个美工刀之后，我就吓了一跳，因为我没有买美工刀啊，而且莫名其妙的收到一个刀片，这肯定是不好的事情。惊恐之余，我就赶紧在手机上搜了一下这个寄刀片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然后我搜到的第一条结果就是寄刀片，字面上意思是指给人邮寄刀片，作为死亡威胁。这下好了，我就更加坐立不安了。然后我就赶紧回想一下，我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但是我想来想去，你像我作为一个除了家人完全没有任何一个经常联系的朋友的人，会得罪谁呢？紧接着我就把这个焦点从生活中转移到视频中，我就在想，我在视频里面是不是得罪了谁，或者是我在评论中怼了谁？我感觉这个可能性应该大一点。而且呢，我在这个收件人姓名上也发现了一丝端倪，收件人写的并不是我的真名哦，写的是熊猫哥。那我就更加肯定了，寄这个包裹的人肯定是通过我的视频认识我的。但是我想了又想，想了又想，也没有想出我得罪了谁能让他对我发出死亡威胁。而且就算是他想对我发出死亡威胁，我也从来没有公布我的地址啊，而且他连我的号码都知道。所以就越想越恐怖，越想越恐怖，突然感觉这个世界好阴暗呢。我要不要报警呢？到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去看这个发件人的信息。当我一看这个发件人的信息，我悬着的心可以说掉下了一半，因为这个地址我很熟悉啊，他是唯一一个给我寄过礼物的粉丝的地址。我二话不说赶紧去照着上面的电话给他打过去了。但是呢，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太紧张了，我在电话里面跟他的沟通并不是非常的清楚明白，可以说是有点糟糕。这个时候我放下一半的心又悬起来了，是不是最近我做了什么伤害这个粉丝的感情的事情，导致他因爱成恨呢？我就想啊想，好像也想不出来什么东西啊。之后我就拿起手机发短信给他，我问他，我想问一下原因，而且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短信啊。我当时是紧张到一句话发了2次都没有完全把这句话发完整，然后他就回了一个淘宝上，因为这个粉丝他之前在我的淘宝店上面购买过东西，还给我寄过礼物，我也给他寄回过礼物，这是唯一一个我跟粉丝在线下有这个寄快递交流的粉丝。然后他在我这个淘宝店的对话框里面就说了，你们看一下聊天记录吧。兄弟，我是想说下次这种事情你提前告知一下嘛。但是呢，你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吗？你以为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吗？没错，结束了，就这么简单。